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一个也不放，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黑暗中绽放，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这一带蔡营在7月26日到30日之间，曾经举行军事演习。嫌犯藏匿的地方很有可能在这一带，大家仔细搜查，不能放过任何线索。别塞了。就是这里。什么发现？这里面有正统录像机，金勇接手看的录像，就是在这里录的。这的确是凶手禁锢辛迪和艾琳的地方。婉柔有可能也被囚禁在这里。叫法政主来采集指纹。Yes, madam. 要不要休息一下？离开这里啊！婉柔不会有事，对不对？婉柔不会有事。婉柔不会有事的。欧阳，你冷静。他被抓在这里，他人去了哪里？在慌什么？我们不能先乱了阵脚啊！他可能被自己啊！不会的，他没事的。来人，有发现？你们看，这里明显有被拉扯过的痕迹。这里有一只犬，这个是婉柔鞋子，我很肯定，这鞋子是我买给婉柔的。婉柔，婉柔，婉柔！这个看起来像一个人被拖着走而留下来的痕迹。会不会是凶手拖走温小姐所留下来的痕迹？这里有血迹，婉柔当时应该是受伤。屋子的位置是这里，而痕迹的方向是往那边。
看来凶手并没有把婉柔带回屋子里。我们来迟了。来了，有发现？来了，你看这个轮胎印，这里很偏僻，很少车来这里的。我相信温小姐从这里被带走。我们分头查一查。 Yes, madam. 根据法证报告，命案现场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指纹，不过分别找到 Cindy、艾琳和婉柔的血液。Cindy 和艾琳的血液已经干固了，时间长达3个星期以上。不过婉柔的血液已经显示了是最近这1个星期留下的。在这段期间，金永健已经被逮捕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跟婉柔的失踪无关。秘书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有，我们向居民查过了，没有人留意到有可疑的车子在案发现场出现。Madam， 我查到了路管局在通往命案现场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，所以我就拿回来查看。温小姐失踪的这段日子里，那一带进出的车辆大多是属于住在附近的居民。调查过后，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除了一辆小型货车，车牌是 GQ51262，它最后出现的时间是在3天前的8月4日。我们也问过了附近的居民，他们对这辆货车并没有印象，也没有人接触过这辆货车的司机。现场留下的车轮痕迹是属于货车的车轮，这辆货车很可疑，我怀疑凶手是利用这辆货车绑架婉柔的。查到货车的主人吗？货车主人叫黄启言，注册档。我现在马上找他。那个，跟他去。也是那个。到了，通知陆路交通组，叫他们密切留意这辆货车行踪，有什么发现马上报告。 Yes, madam. 黄启源在吗？我就是。 CID， 什么事啊？ GQ51262的货车是不是你的？没错。 8月4号下午3点钟，你到林厝港的菜园做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根本没去过那里啊！我们已经查过，你的车子在那边出现过。我的车？你们找到我的车了？你货车怎么了？我的车子坏了，所以送去修车厂。那为什么那么久还不把车子拿回来？我有去拿，可是我到了修车厂，却见不到我的货车，连修车厂也关门了。你有没有讲骗话？你到底有没有说谎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正要去报警，你们刚好来。 警官，那我的货车呢？那你的车子到哪里修理？永健修车厂。你交给什么人？明德了，我每次都是把车子交给他修理的。你认识柯明德这个人吗？认识，我就是帮永健做工的修车仔。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？他就是有全世界男人特点喽。请说清楚点。好色。你跟他很熟吗？我每次看到他色眯眯瞪住女孩子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个人好色的本性了。而且他还跟我说啊，他常常去嫖妓，1个星期还去3次呢。他一个月薪水多少？怎么可能整天去嫖妓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听永健提过，他修车厂里的零件常常不见，我看8成是明德偷的。贺明德和老板金永健的关系怎样？不是很好，明德每次都说永健是神经病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哎，警官，怎么突然问起明德？难道他对案件有关？谢谢你的合作。不客气。好了。看来我们忽略柯明德这个人。各单位注意，请密切留意一辆车牌 GQ51262R 的货车。如果有任何发现，请立刻向总部汇报。报告总部，发现可疑货车，车牌确认是 GQ51262R。Hello。来了。我们是警察，重案组的，请问柯明德在吗？不在。你是他什么人？哦，他的阿姨。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房间吗？哦，好了，请进来。来，这是他的房间。谢谢你，你们进去看看。洪女士，我有些问题想问你，请你跟我出来。
明德他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坏事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是不是常做坏事啊？哎呀，我最近才发现这个家伙啊，手脚很不干净啊！我连房租都不收他的，还敢偷我的钱呐、你们说气不气？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每一次钱不见的时候，房门总是锁住的，锁头也没坏。你是说他会开锁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从小就古灵精怪的，好的不学，坏的呢就学到住。那你为什么还租房间给他啊？没有办法啦，要不是看在死气姐姐的份上，早就赶走他喽。谢谢你。知道了，抓到 GQ51262的货车了，走。不要戴面具，我一早就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永健的员工，明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有吸鼻子的习惯，你这个胆小、自卑、没有用的家伙，你有胆就杀了我！住口！你被我说中了，对吗？你认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，都认为你是个没有用的家伙。你很愤怒，可是你却没有勇气对付那些人，所以你就专门找你比你弱弱的女孩子。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懦夫。那两个人都是活该的，所以他们看不起我。他们认定我没有钱买保险，就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真的最讨厌那个金永健。他有什么好？论外表，论才能，为什么是属他的？为什么他是老板，我的员工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证明给全世界我是最有用的人，我最有用的人啊！Ma'am， 我们在中途跟丢了，来到这里的时候只看到货车，没有看到任何人。这个病营已经废弃了很久，柯明德有可能在里面。我们进去搜。欧阳迪伦一组，大蒙美亚一组，李叔跟我来，大家分头行动，保持联系。走。Yes, madam.
我不会那么便宜你的，我会慢慢折磨你，我会让你尝一尝另一前的痛苦。什么？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这里也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一栋，大家打起十分精神，不能放过任何线索。别说了，我要把你手指甲一只一只的拔出来，手指少了手指甲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呢？最精彩的节目要开始喽！班长发现血迹。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高明丹呢？他还在附近。没有，留下来，其他人跟我来。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们两个，你说跟我来。哎。别动！把他带回去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让我进去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请你合作。心跳停止了，马上急救。3, 2, 1, clea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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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你要争气， 3, 2, 1, clear. 要争气一点。辛迪和艾琳
两个都是卖保险的。他们曾经到金永健的修车厂推销保险。你见过他们？你摧残他们的美色，所以暗中绑架他们，禁锢到废屋里。在这段期间，你不但的虐待他们，蹂躏他们，一直到你玩腻了，就把他们杀了，将他们分尸。你把第一名死者身体肢解之后呢，还埋起来，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不过你万万没想到，辛迪的尸体因为下一场大雨却被发现了，对吗？你很聪明，害怕会被警方查到你是凶手，所以故意让艾琳的尸体曝光，转移警方的视线，让我们误以为金永健是凶手。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你是凶手，不管你认不认罪，都难逃一死。既然你这么凶狠，那么敢把一个人活活杀死，为什么不敢承担后果？你根本是个胆小没有用懦夫。不是，人都说我杀的怎么样？你还敢说我没有用？坐下。他终于承认了。阿爸，你终于把你朋友证明清白了。这两位死者跟你毫无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？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辛迪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你还敢推卸责任？辛迪真的不是死在我的手上。他来过修车厂，推销过1、2次保险。那一天他又来了，老板不跟他买就算了，还臭骂他一顿。辛先生啊，上次我给你的保单你看了没有？看是看过了，但是看不懂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解释给你听。好啊，那我们上楼上谈吧。不用啊，这边谈也是一样的嘛。好，你不要上楼上谈，那我们去喝杯咖啡。来，走。够了，请你不要再占我便宜了。你是说我非礼你？动手动脚，不是非礼是什么？敢再说多一次？你就是非礼我。说我非礼你啊！说啊！你说多一次啊！啊！说我非礼你啊！去告我啊！去告我说我！老板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走开！哎，说，去告我啊！原来辛迪的哮喘发作，走也走不动，我就上前去看看他。郭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脸色有点苍白，不如我送你到医院去吧。啊？你怎么可能把他给送到医院去？我把他给载到一个被人废弃的屋子，我好声好气跟他说我们一起开心，可是他不听，我就把他给弄昏。我把Cindy关了好几天，跟他玩的真的很开心。紧张什么？待会儿还有更刺激的。哎，你穿什么？你穿什么？装死！喂，醒醒啊！你快点醒来啊！你不要装死啊！我对天发誓，心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杀这一短命不关我的事。你还说这些风凉话？辛迪死了之后，你非常的害怕，为了方便处理尸体，所以你对他进行肢解，对吗？对呀，不然那么大的人要丢哪里？
你说Cindy的死是一场意外，那艾琳呢？难道她也短命，不关你的事？艾琳啊，那是因为她倒霉。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手？那就要从肢解Cindy说起了。当我第一次砍Cindy身体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害怕，我的双手不停地在发抖。可是砍着啊砍着，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，那种快感就很像开车时速200公里，不，比开快车还更刺激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，比做那一回事还更兴奋。不信的话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啊！够了。你是杀人杀上瘾了，所以趁艾琳上门推销保险的时候，你采用同样的手法把她骗到废屋，虐待她，甚至性侵犯她，再把她杀了，对吗？差不多是这样。你不只用那么残忍的手法残害女性，还装设录像机，把你变态的行为都拍下来，对吗？我才没那么变态，是那个神经病装的录像机。金永健，我也是无意间才发现。那个神经病知道了我的秘密，还偷偷装了录像机。求我放过你！我掐死你！掐死你呀！神经病悄悄地跟踪我，而且还偷偷地安装了录像机。所以你想利用他？既然他想自己是虐待艾琳的凶手，我干嘛要亲自动手啊？他想当凶手，我就成全他了。所以你将计就计，你是故意让艾琳尸体曝光的，故意误导我们警方以为凶手是金永健，对吗？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们啊！我们在艾琳的尸体上找到金永健的皮肤组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是他自己倒霉，他跑到我的地方去虐待艾琳。我只想跟你做个朋友。你看，连他都看不起你。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些贱人就是不要跟我做朋友？为什么这些女人都这样对我？女人就是这样，当你得到她以后，就对你千依百顺。她现在已经有反抗能力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上了。
别的。这个女人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干掉她！我怕血，不要逼我！我看到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看他头都大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确定他精神有问题。我还以为金永健会把艾琳给杀了，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全部的罪名都嫁祸给他。怎么知道他根本没有？他才是真正的懦夫。所以你最后自己下手，不然的话怎么样？反正我也想再次享受分尸的快感。一只生两只熟吗？我这一次再也不怕了，反而呢，我觉得更兴奋了。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形容的，你懂吗？啊，你懂吗？没人性。温婉柔，你为什么对她下手？那是因为他倒霉，所以叫金永健喜欢他。我对他下手，就是要金永健无法翻身，坐定这个凶手。怎么知道温婉柔还没死，你们就已经抓到金永健了，破坏我的计划？你到底把人命当成什么？做出这么令人发指的行为，还沾沾自喜，你到底是什么？连禽兽都不如！不要跟我说教了，你没有看新闻啊？人家打一场战争，死了多少人啊？可以堆成一座山，我算什么？小儿科以啊！来了，怎么样？想打人啊？我是懂法律的，我可以告你滥用私刑。为什么有这种人？我搞不懂这个世界。还好欧阳不在这里。婉柔怎么样了？还在急救当中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病人的身体受过重创，脑部出现淤血，我们已经将淤血除掉了。不过，她的身体多处器官都有出血的现象，尤其是她的下体，因为承受多次的性侵害，所以情况特别的严重。目前她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情况很不乐观。医生，她苏醒的机会有多高？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措施，现在只有全凭她自己的意志力了。婉柔不会有事，婉柔不会有事，她不会有事，她不会有事，她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。欧阳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神经啊！你送他去医院。 Yes, madam. 你暂时停止，把你的证件交给我。
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不发脾气是没有用的。就算你杀了柯明德，也不能改变婉柔已经受伤害的事实的。婉柔现在还躺在医院呢，不懂能不能醒过来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我怎么做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婉柔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、你的照顾。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她怎么办？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，不过你需要坚强一点。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用啊！我为什么让我再把婉柔给带走啊？哎呀！哎，警官，好吗？听说那个温婉柔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把她给……不过呢，她真的很……到现在我还回味无穷呢。停车！人静下来，别冲动了。起来！送给你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你了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手下留情，让我继续当警察，也谢谢让小丁接手我。你是不是想追我？可能吧。告诉你，我可是很难追的哦。有多难追？不要说我没有让你，我先让你跑3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，真的跑那么快！2、9、30。我不是叫你不要跟上来了。我也说过了，不管你用车、用脚，不管你跑多远都好，我都可以追到你。傻瓜，不上车。
站这里啊？对呀、你看着我怎么大得出？大不出是吗？那就别大喽。喂，是。Madam， 特明德就是在这里不见的。竟然让柯明德逃走，是怎么办到的？应柯明德的阿姨说，他有开锁技能，应该是偷了什么工具解除手铐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当时柯明德说肚子痛，要用厕所，我把他铐在这里，在外面等他。谁知道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他的行动很快，我在外面也只不过1分钟而已啊。当时有没有其他人在厕所？没有。Madam， 柯明德就是从这部窗口逃出去的。那也是他唯一逃亡的路。你押解柯明德来厕所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？有。什么？说啊！我们经过走廊的时候，遇到欧阳警探。欧阳警探跟柯明德在言语上有冲突，他们2个还打了起来。后来我把他们2个拉开，欧阳警探就离开了。伤痕记在这心脏，将1秒撕开诡异的光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神都一样，让他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